好，俄烏消息，我們來看到澤倫斯基現在慌了，因為呢，他看到這個12兆美元來自於美俄的密約正式的曝光，我們趕快來看一看這個密約的內容。另外也關心今天在俄烏的一個最新的前線戰場。好，現在因為呢，這個澤倫斯基他透露一個驚人消息，他特別做一個爆料說，美俄正在秘密的協商一個價值高達12兆美元的經濟包裹方案。那這個包裹方案叫做德米崔耶夫包裹方案，意思就是做什麼呢？要放寬接下來美國對於俄羅斯的這些制裁，並且美俄之間會達成一個比較長期的經濟合作，代表的是呢，双方談的不是停火這件事情而已了，是美俄接下來如何在戰後來做一個分賬表。那麼來自於路透社也特別做報道，其實美烏在過去一段時間早就已經有許多針對於未來戰事談成的一些時間表，要求烏克蘭必須做到哪一些的事情。那麼可以看到，美國要求說，烏克蘭你3月份要達成和平的協議，5月份你要做公投跟全國大選，6月你則是必須完成相關的協議。但是烏克蘭是立刻打臉，他認為說，你講的這些籌辦的時間是要至少6個月以上。包括你要修改這些法令，也要耗費非常多的時間跟金錢，哪有你美國說的這麼的容易呢？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也特別請教蔡委員怎麼看？委員怎麼看？這個美俄早就已經談成了這個戰後的協議了嗎？川普早就跟這個普丁談好，澤倫斯基一定要走人了嗎？委員怎麼看？澤倫斯基遲早走人了。他不是棄子，也不是，他就是廢棄物了。對美國來講，真的是如此啊。那我們看看，他說要6個月的什麼選舉時程，日本幾天啊？這個跟宣布結論選完了，對不對？好，這個都是一個說辭啊，一個說辭啊。你那個整個澤倫斯基啊，在抓那個徵兵啊，那種徵兵辦公室在抓人的時候，效率也非常高啊。那怎麼辦？這個辦不出來，很簡單。他想拖嘛，他想拖，不想下台啊，因為下台現在命運未卜啊哈。至於所謂的德米崔耶夫包裹，德米崔耶夫是誰？德米崔耶是俄羅斯普丁的談判代表，也是他主權基金的 CEO， 叫 Dmitriev 啊。然後他把它形容成是這是他的包裹，然後把它說成12兆美元。這個12兆美元基本上講的說，俄羅斯每一年貿易量有多少貿易量的制裁要取消。啊，那這個他也把它算成這個包裹，所以他講的經濟包裹方案，這個根本既也不是投資，也不是支付任何現金啊，所以把這個貿易額當做一個包裹方案，沒什麼，因為美國遲早是要解除俄羅斯的這些制裁的嘛，已經很明顯的哦。那其他的就是要達成和平協議，他要他割讓領土嘛，那這個對他來講，他不想答應嘛，因為我一再講過哈。對這個澤倫斯基來講，他認為你反正俄羅斯有能力拿走領土啊，你有能力佔領了，你既然有能力佔領，幹嘛要我同意呢？對，我同意變成責任我誰挑嘛，這第一個問題就出來了嘛。那第二個啦，其實俄羅斯的邏輯剛好顛倒了，我已經佔領了，我就是要你同意，所以兩個人就僵住了哦。那這個是談判的，那我想這個美國的策略是要叫他滾蛋，找一個新的人來簽字啊，哦。這個李鴻章不簽字，找王鴻章來簽字，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因為澤倫斯基哈，我只能這麼講了哈，他本來可以得到那個奧斯卡金像獎的啦，但是走到政治裡面來才知道他是一個擼落腳。他以為政治上可以像寫編劇一樣天馬行空的編故事，他錯了，政治上是要講實力的，一翻兩瞪眼的。他最近不是講了很多謊言嗎？哎呦，我們烏軍打到現在，我們只死55000個人，我不曉得在座有誰會相信他這種說法。好，然後他講說，哦，俄羅斯死亡多少人？到現在還在講謊話。哦，當然有時候美國人配合他登他的說法，配合他說謊，但這經不起考驗的啦，經不起考驗。那冬天馬上過去了，俄羅斯的這個戰線要開始往前推了嘛？對，這個也是對川普很急的地方。對，川普不想說到時候完全是讓俄羅斯以實力取勝，那你是歐美國家老臉往那邊擺，那歐洲國家那邊哦，這個如果說澤倫斯基是詐騙集團的首謀的話，歐洲國家就是車手。怎麼說呢？整天講說你去打
我給你錢，到時候也沒錢也沒武器，那光讓他一個人像撒旦一樣站在前面。但是最可憐的是烏克蘭老百姓，他就是一個像被電信詐騙集團騙的人。哎呀，你要愛國啊，我們要打俄羅斯啊，而且我們一定會打贏啊！這個我們只要全部動員啊，美國給我們錢，給我們武器啊，那我們就能夠打贏啊，等等。就像東方某小島現在在演的劇嘛，一模一樣。因為政治的跟軍事上的實力一翻兩瞪眼，騙不了人。那以前他們就希望說，這場戰爭能夠拖垮俄羅斯的經濟。我第一個時間我就想，俄羅斯經濟怎麼可能打垮呢？那絕對不可能。你看過有一個沙特阿拉伯頭上插着核子武器，你打得過他嗎？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吧。所以澤倫斯基再見，拜拜。對，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談判，美俄之間的談判持續進行，澤倫斯基可以說是無能為力。那另外一方面，確實現在俄羅斯他在軍事上面掌握很大的優勢，尤其是第一線戰場。在最近冬季已經快要結束，他持續的推進在領土，我們看到他出動了非常多的武器，全速的推進，當中包括了出動他的圖95轟炸機，還有發射2枚的匕首高超音速飛彈，數十枚巡弋飛彈，400架無人機，還有烏克蘭現在可以看到它的能源設施、電網、油庫都一一被打穿。但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看到澤倫斯基持續的針對提供俄羅斯無人機、飛彈零組件的外國廠商，包括了中國等等的國家来祭出警告。呂艦長怎麼看？之前啊，這個澤倫斯基對於歐盟或者對於美國，其實它是一個墊腳石，也就是如何去消耗俄羅斯的一個國家領袖。但是現在呢，已經變成障礙物，而且還是活動障礙物。也就是我去哪裡，你正好擋在哪裡。也就是我現在要跟那個對於美國川普總統來講，他現在就是要跟俄羅斯普丁達成協議，盡快達成協議，這樣他才可以從東歐抽出手來解決這一個伊朗的問題啊。那美國現在已經沒有同時打2場戰爭的一個實力，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那我們現在還有人注意到說，俄羅斯有哪些？對不起，那個烏克蘭有哪些前進戰場嗎？我們以前大家都可以講得出來，庫皮揚斯克、紅軍城，現在大家還記得哪一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2個城市，第一個紅軍城已經被拿下來，第二個庫皮揚斯克，烏克蘭正在苦戰之中，即將淪陷。所以我們講到啊，大家以前都講東將軍，也就是冬天非常的寒冷，對於交戰的雙方其實都是一種圍困，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了。為什麼？因為現在呢，不需要人跑到戶外去作戰，現在靠的就是無人機。那無人機如何的能夠選對地點，然後選對目標進行攻擊，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如何選對呢？你選對的過程當中，你是不是要你會不會被電子干擾？那你使用這一個光纖無人機，你會不會遇到那個现在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是陸上面全部通通都包着漁網，保護他們的一個基礎設施，是不是會遇到這些問題？你如何解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澤倫斯基繼續犯錯，他犯了什麼錯？他制裁中國的企業，他有想到嗎？他的這一些無人機的裝備，連同他的一個那個渦輪發動機，都是在淘寶上面買的啊！你現在要制裁，我講的是真的，他是在淘寶上面買的。那他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現在還要制裁中國，那他如何為後續攻擊俄羅斯的這個無人機做打算？所以我們這樣講啊，澤倫斯基現在呢，他已經是慌了手腳，他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一個我們剛剛講的迪米崔耶夫 package 的這個問題啊，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川普想跟普丁結束這場戰爭，但是如果我們講到澤倫斯基簽名了，他同意了，他應該活不過幾年。為什麼？因為我們想一想，當初有多少人聽到他的號召之下要加入北約，要收回克里米亞，因而發動了這場戰爭。現在
克里米亞沒收回，也沒辦法加入北約，還要再割讓四個州的土地，然後還死傷這麼多，慘重，5.5萬，可能是10倍吧，應該不是5.5萬吧。那如果死傷這麼慘重的情況之下，我們講到不講別的啦，亞速營的這些弟兄們會饒過他嗎？一定不會。他現在找他的安全局不斷的去暗殺這一個俄羅斯的這些官員，他未來會不會也遭到這種下場？对，好，刚刚也特別提到這個5.5萬人這個死傷，其實是來自於士兵陣亡的數字，其實是來自於澤倫斯基他的說法。那其實完全跟這個美國智庫 CSIS 還有這個歐洲統計的說，這個傷亡人數達到100萬，有驚人的差距。包括了這個來自於烏克蘭的新任國防部長也說，現在烏克蘭遭遇的就是兵源告急、逃兵成災，前線快撐不住。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先講一下，我剛剛看到這個。因為講這個密約，我是覺得蠻有趣的，非常清楚的，對美國的利益誰比較有利？當然是俄國，對不對？從普丁來看是另外一個普啊，不是從川普來看是另外一個普，叫普丁，對他會比較有利。所以他任何跟烏克蘭想叫他和談之前，一定是先跟俄國談，就跟28點協議在去年11月提出是一樣的。這個28點協議裡面呢，當然除了這個領土還有這個核電廠這個孜孜不絕之外，其實有些東西已經都達到共識，就是最後要讓俄國在慢慢的這個經濟制裁要鬆綁。就是我覺得這個密約其實就在續去年28條合約之內容之一。但是我現在要講您剛剛問的這個問題，就是死傷多少。那您要我這個去分析到底是真是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這樣講，假設有一艘200人的渡輪，結果在這個海上那個遇到了風浪倒了，這個垮了就沉到海裡了。就找到了55具屍體，你告訴我說他總共只死了55個人，這個就很難去說是事實嘛，對不對？因為你如果去爬文，我們只能從文字上去看啊。現在分析的確是看起來俄國死了5.5萬人，但烏克蘭重點是他有20萬人的逃兵。那麼這些人到底生存與否，你不知道。當然，從這個角度又看，更可怕的是，我也收問到，烏克蘭這次為了打仗，有200萬人因為逃避徵召跑掉了，你知道嗎？遭通緝，我覺得這是有趣的事情。所以烏克蘭在現況之下，你要怎麼去打？剛講最後一個東西，就是剛才我們蔡委員講的非常好，就他這個演員，你知道嗎？演的有一點就是看錯了這個方向啊，走到政治上去。而且我覺得最主要，他走錯了舞台。你今天是這個阿諾施瓦辛格在加州當州長，再怎麼樣差，我跟你講，美國就是有底氣。川普那也算個扮演員，你知道嗎？雷根不就是演員嗎？也是一個三流角色演員，在美國也演得很好，因為舞台不一樣。所以你在烏克蘭再這樣走下去，我們只能看說你只是這個舞台這個小丑，在這個國家繞城繞局一直繞下去而已。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